你站那儿有什么用？疼吗？哎呀，我都说不话了。疼不？都是我太糊涂了，我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性，居然没有搜他的身。这怎么能怪你啊？安娘这个妇人，样样了得，就是心术不正，做什么事儿都跟疯子一样。她要是想坏什么事儿，那也是防不胜防啊。安娘说，唱歌没了。听说了。我不信，不信。这个毒妇从来就没对我说过一句实话。我方才都说过了，后日他来不了，再多几日，他也来不了。就是你这个狠心的蠢货！你赶我走，你把我轰走，我身上那几个钱根本用不了几时。大贤是病了，我请了好些个郎中都不成。他在我怀里断了气啊！都是你，你这个狠心的爹！来人，拿刑具来！在你娶这个妇人的时候，在做侯爷的时候，在你在边京城耀武扬威做大人物的时候，你儿子已经在地底下埋着，雨水积小着他，老鼠虫子赶着他。拿刑具来！有谁拿来，侯爷？就是你，你丧尽天良！顾廷烨，你丧尽天良，你轰我走，就是因为你轰我走。他现在这娇滴滴的样子，几鞭子打下去，可能就断气儿了。那长哥的下落，你就永远都问不出来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跟个疯子似的。他本来就是个疯子。我不用大刑，我能问出个什么来？看着了，他现在是要打要杀，他都不怕。他现在就觉得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，都是陷害他。今儿答应你的事儿，他明儿可能就反悔，没有一点信用。你还指望着用刑能问出他什么来？我不用刑，难不成我还把他养在这儿不成？之前你四处寻他都寻不着，发了海捕公文也没找着，怎么今天一大早他忽然就冲进来了，还正好赶上隔壁人在的时候，就看着我们把他提进府了。看着就看着呗，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？可是任曼娘是良民，
你当初给他脱了剑籍，烧了身契，现在文书里他就是正经的良民百姓。白日里一个囫囵人妻呢，若是伤着了，那隔壁肯定是铁定要找上门来的，非要主持公道不可。他还要什么公道？我堂堂一个朝廷3品大员，被他暗中刺杀，上了公堂，我还要以公道？就算是有罪，也得过堂审问，咱不能在家里滥用私刑啊。更要命的是，如今皇位未稳，太后四面窥视，你若再出什么纰漏，让对头给拿住了，那这事儿可就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了。这谋刺当朝大臣，其罪当诛，斩立决，难道他就不会怕一怕吗？别，千万别，出点事要入极点的，若日后被有心人翻出来，这不，蓉姐的婚嫁可怎么办？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，就毁了蓉姐的前程啊！看来我是拿这个毒妇没办法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昌儿毁在他手里啊！或者，还有别的办法问？大刑都问不出来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既然问他问不出来，我们就换个人问。侯爷，你看，像吗？像，就如同站在真人面前一样。那我就再照着这个样子，再画个7、8张。你何必自己画呢？找师爷，找几个帮手一并画了就行了。咱们这府里不知道多少眼线，这等私密家宅内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你要是心疼我，图个输我2把就好了。我一辈子都输给你。老总，你见过这个人？前2天见过，来找一个卖香的扬州人。谁？你谁？救命！曼娘离开之后，也被白家盯上了。他抗拒不了白家锦衣玉食的供养，便与他们一同谋划。白家让曼娘来汴京，在我身边伺机杀了我。这样一来，你膝下无子，
昌哥便是唯一的继承人。到时候，他们可以操控昌哥当一个傀儡。他们答应麦娘，只要家产的1/10。麦娘贪财，答应了他们来杀我。你当初写了仪表，定了基人，他们又不知道是空白的，杀你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们才里应外合，搭上了隔壁那条线。白家想等我死了之后，让我那继母出面，辩情阻挠，证明我那份空白的仪表是无效的。他们便可以鼎力支持昌哥是我唯一的继承者。作为条件，白家说，昌哥年纪尚小，无法为朝廷效力，所以理应由我那个三弟弟廷伟继承爵位。为了爵位财产，谋杀朝廷大员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他们怎么敢？我这事儿不是个坏事儿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至少我知道，昌哥是他们谋划中的一环，我的昌儿还活着。上船！小闹！走，快！什么声音？快！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走！我这一船都是盐，加起来能有3、5千两银子，我都给你们，行不行？哎，你们不是来抢盐的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顾廷烨这小畜生，你们是顾廷烨的人，他想要他儿子。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们那个泼妇马生孩子，我们没见过孩子呀！老二，大哥哥，快救救我！大哥哥，救我！救命！你们救救命！来，再来，手端平，端平，哎，头，再来，侯爷，扬州的消息。中间，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白家也没昌哥的消息。我不能让昌哥像我一样，你没有父亲，就还不如没有父亲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还是没找到弟弟吗？爹一定会找到弟弟的。弟弟，我去求娘，娘最疼我了，她一定会告诉我弟弟在什么地方。娘现在病了，你还小，过
拖不得病情。我娘好了，弟弟回来了，我带着你快去找他们。弟弟，我知道娘没病。天色不早了，快去睡觉。乖乖睡吧，说不定明儿你阿娘就告诉你爹爹唱歌的像，蓉姐一睁眼就能看见弟弟了，啊，好不好？哎，睡吧，睡吧，我都睡吧啊。爹爹回头驮你去看花灯啊。哎，荣姑娘到这儿干嘛？晦气的很，快回去吧。弟弟叫我来问问话。荣姑娘问话，快开门吧。滚出去！你来做什么？阿良，阿良，别叫我阿娘。我在外面吃苦受罪，你在这宅子里倒是安享富贵啊！你现在有了当侯爷的爹，有了嫡母，有了这样泼天的富贵，还要我这个阿娘做什么？阿良，我跟你走，就算去山里也村更好。我要跟阿娘和弟弟在一起，我没有贪图富贵。阿良，走什么？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！我有那个小贱人见着你，他一看见你，就会想到我，就想到你不是他生的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他那高门淑女的样子再也装不下去。阿娘，弟弟在哪儿？你让我去见见他吧。他死了。就在你在这大宅子里安享富贵的时候，在你穿金戴银的时候，在你吃香喝辣的时候，他死了。阿良，我害怕。想见他是吗？你去地府里去见他！我让你去地府里去见他！去地府里去相见，听见没有？地府里，地府去见他！你见他以后，
看到吗？你去！小姐，诺，别动嘛，侯爷！你快带着孩子回去歇着吧，让他蓉姐受惊吓了。把他捆起来，明日送官查办。你口口声声说要为昌哥报仇，你是真疼他，还是只把他当成工具？我是世上最疼他的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懂什么？当初侯爷明明是很疼两个孩子的，纵然昌哥出身不明，可怎么说也是个庶长子。若不是你把他偷偷抱走，他如今能跟蓉姐一样，在侯府里金尊玉贵的养着，日后念书、习武、吃穿用度、科举重榜，样样都是人中龙凤。可你把他掳走，当成工具一样，来达到你的目的，还利用他来威胁侯爷。侯爷寻找了他那么多年，你把他藏得严严实实的，连个启蒙师傅都没请一个，你还说你心疼他？你当天下的人眼睛都瞎了吗？我是世上最疼他的人。你懂什么？他也最疼我。顾廷烨这个破菜东西，在他眼里什么都不算。你告诉我昌哥的下落，我对王母起誓，绝对不枉待他。你这小贱人！在余家的时候，把我骂的什么都不是。如今你嫁到顾家，开心快乐。你当余家的人知道了，会不会恨你？我小娘在世的时候，你有说过，父母之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你若是真心疼昌哥，你想想那10几年之后、20几年之后的日子，你是真想让他跟着你颠沛流离吗？还是在侯府尽心教养的好？你去地府去找他呀！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醉乡路稳宜频道，此外不堪行。女孩家多学些总是好的，可怎么念这诗啊？这诗白天听起来尚且晦气，到了夜里，可不就更凄凉了？贤儿，说点开心的吧。婆母要是不喜欢，就换首苏学士的吧。贤姐，你们呀，再乐一会儿。我也是有些乏了，先回去歇息。
你先慢走。那边出大事儿了。方才蓉姐儿不知何故，忽然跑到了关内贱妇的屋里，险些儿被他掐死了。什么？太夫人别着急，没真掐死，被抢下来了。真就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。那顾廷烨是怎么处置那外室的？是杀了，还是打了？他呀，根本没处置。没处置，不像是他的脾气啊。盛家那庶女瞧见二公子脸色不对，一把将蓉姐抢了过去，就把她支出去了。这小门小户的庶女，一辈子小心谨慎，有她在，恐怕老二是犯不了什么大错的。那毒妇就没用了。余家的尚且被他气得吐血，又是顾二的枕边人，留他一日就闹一时。我们都看看老二是怎么收场吧。假使他全然是撒谎的，孩子确实给藏起来了，不给人看。你说，这孩子能藏在什么地方呢？乡下。对，得是有人的地方。总得是有人的地方。这孩子。得吃，得喝，得有人照看吧。可不比何爷一个人轻松自在，总是要有人照看呢。丹菊，你说，你要是有小孩的话，你会交给谁来照看？那，自然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老太太，或者姑娘你。你要找最信任的人，那曼娘最信任的人是谁？父母兄弟。是啊，兄弟。一个男人带孩子，总比妇人带孩子要显眼得多。对，石头是跟我说过，他确实有一个兄弟。石头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？他还给我买南北铺的樱桃煎。是哦，哎，你去把曼娘捆了，送到开封府去，就说他勾结外人，谋害当朝大人。是。官人，官人，二郎。官人，我昨晚合计了一夜，毕竟昌哥的下落要紧，如今的朱曼娘是油盐不进，咱们也不能私刑相搏，免得被隔壁抓住了把柄，拖累官家不说，你说送到官衙，且不说官家能问出来什么，这2板子下去，可能就没命了。那昌哥的下落就再也没人知道了。我瞧着，不如就将这曼娘给放了吧。胡闹！好不容易扬州那几个把他送到我手里头，若把他放了，我什么时候再把他抓回来？朱曼娘现在是豆腐落灰，拍不得，打不得，
放在家里还容易出事儿，保不住什么时候隔壁就来家里看人了。把它放出去吧，把母狼放出去，它总会担心小狼，时不时的要去看一眼小狼崽子的。你说的是吗？嗯。只要盯紧它，顺藤摸瓜，说不定能找着。嗯。我是满娘，把孩子放到外边去养，必定不会塞给别人，多半是放到他哥哥手里。他那个哥哥带着一个孩子，也一定是推三阻四的，不得力。那朱满娘能放心吗？他总得时不时要去看一眼。只是不知他非要留在汴京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哎，你真是你阿娘的好女儿啊！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 《战国策》也看的，兵书也看的，快放我下来！娘子，咱俩手拉着手，一起走在这儿荆棘丛里头。哎，干什么？来人，卸了他的钗环，搜干净他的身子，一文钱也别给他留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要杀人了你！哎，救命！救命！都！我们侯爷吩咐了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可就不许在这东京城里待着。你若在这待着，就算沿街乞讨，也不会有人施舍你一文钱。快滚蛋！什么意思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负心薄幸，走了。他杀了我的孩子就跑了啊！我要让他偿命，你知道吗？偿命！走了，不要骂了。顾廷烨，你始乱终弃！顾廷烨，你负心薄幸！他把他轰出来，是，可有什么伤痕？没有，驱赶他的人都没动手，我的人在边上瞧得真切，一点油皮儿都没破。她也是个厉害的妇人，生生搅了余家2场婚事，就再没别的法子了。那妇人说了要去告官，可盛大娘子说了让她立刻告去，说到时候公子脱了衣裳面伤，看是谁上狗头铡。我将他的性子哄得天不怕地不怕，这次居然这么谨慎，竟挑不出错了。那娘子昨日掐了荣姑娘，看守说二公子气得浑身直发抖呢，也说了要送官府。可今天早上和盛娘子吃了一顿饭，忽然就改了主意了，只说把人推出去，轰走了事。可有在派人跟着？已经派人跟着了。这2个人，一个灶，一个静，一个攻，一个守。要是不把他们拆开了，那可怎么杀得透啊？娘子，来一个。这是？我进京寻亲，不慎被人偷了包袱和盘缠。大伯，能否施舍一个呀？哦，您没钱呐？
去，走吧走吧。大伯，可怜可怜，施舍我。娘子，我这是生意。啊，走吧。哎，我说娘子，你没给钱呢，你这，娘子你把馒头还我，娘子，这，娘子你拉开，拉过来，拉开。哎，我走，走，干什么你？走，离开京城，对，走。走，干什么？走走，后院怎么了？后院了不起啊？刀口贼孽人，让给我1000了，让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你离开京城，是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走。只要你离开京城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走吧，走。走！他拦着俩走啊！都散了吧！走啊！只求柴房借宿1晚，我会给你们洗碗、擦桌子，就借宿1晚。别影响我做生意啊！哎，大哥，我还会唱小曲儿，小曲儿。行啊，会唱什么曲子？啊，姹紫。哎呦，周掌柜，这是犯了事的妇人，上头不许在京里住，你从隔壁左右店家都说一声。是，走啊！滚你！走！呀！我告诉你，你离开京城是爱去哪里去哪里，但是你要在京城1日，我保证你吃不到1粒米，睡不到1张床。走！你别赶我走啊！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快走！什么玩意儿你？呸！快走！当朝新贵，殿前司副指挥使顾廷烨，顾廷烨负心薄幸，始乱终弃，害死亲子。走开！走吧。顾廷烨，我是说顾廷烨，走开！当朝新贵顾廷烨，始乱终弃，负心薄幸。
这妇人真是个魔星，这样的招儿居然都能想得出来。他呀，这是卖惨呼人，以小博大。现在我那儿子，若是派人去赶他，那就成了做贼心虚；若是让人与他反驳，那就成了确有其事。哎呦，若是真跟他对簿公堂啊，哎，你说谁会知道这么个街边妇人？大家啊，还不是都想看他这个新贵侯爷的笑话儿？横竖这一招啊，是对这个妇人有百利而无一害；可是对我这个儿子呢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哎呀，这样的招数，真想得出来。哎呀，太夫人，你住在深闺，这种下三滥的招儿，可是听都没有听过呢。别让寻常的坏了他的章子。你男人在外头不是还有些人手吗？多帮帮他。是。今年这园子里的花儿啊，开的可真不错。是啊。下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。水不消残酒，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